谁家好人一见面就吵架呀？大夏天的，这俩人就北京物价到底是高还是低展开了激烈但友好但确实激烈的讨论。小周表示，我买它蛮贵的，3环之内嘛，可能真的是稍微贵一点。王伟反驳，全国物资供北京，但北京的物价其实是比一些2线城市甚至3线城市还要便宜的。两人争执不下，互相不服气，于是他们决定去现场看看。好，这里是梅州干妹，我是王伟，我是小周，我们重新去定义北京的物价。我们走吧。我带汪老师来看一下我们本土的市集沙河大集，看看汪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这地儿离我家30多公里，我也第一次来。来，王伟告诉大家你看到了什么？太北方了，我操，这地方！贴饼子、菜团子、山东粗粮果、东北百合大饭包、陕西荞面面饸饹，西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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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沙河小吃我们下一期见。这一次我们主要来看价格。我以前在新疆的时候跟人家说我们那儿的西瓜5毛钱一斤，大家都不相信，然后现在给大家看1元1斤的。这是沙河大集上特别朴实的一个卖菜的方法，这个叫论吨卖。这个就是我们问过老板，他们就是从自己的地里面摘出来，你看他每一份菜它并不是很美观，也有点脱水，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11点12点了，这个菜已经在那摆了好几个小时了。这是另一种售卖方式，按袋儿卖。5块钱一兜，10块10块10块了啊！1到5、6斤，大概2块钱一斤。加农的，也是加农的，也都是加农的，这水质量不错的，但就是掉瓣的，掉瓣的回去得赶紧吃。规律也蛮明显的，一般瓜果蔬菜类的就按袋儿卖，叶菜就按吨儿卖，怎么方便怎么来。当然，在沙河大集论斤卖的东西也不少，只不过卖的东西会让你有点意外，比如说香烟、香料、酒、雪糕，这些居然主要是论斤称。这儿的东西确实便宜，但质量肯定不是最好的。5两斤，15两斤不贵。然后老板说那种是更便宜的，10块钱3斤的。多少只有没有？是有，但是没有那么便宜，没有想那么便宜。在我们查资料的时候，还发现百度百科里的一个错误，把山东莱州的沙河大集和北京的沙河大集搞混了，所以很多的博主都会说这个市集源于明朝，源于清朝，这个都是错的，这都赖百度。沙河大集呢，以前叫做沙河鸽子市，现在叫沙河鸽鸟市场了，一边是蔬菜水果小吃，另一边还是宠物市场。沙河的东西便宜，因为这边空间大，地方也便宜，一个摊位租1天也就几十块钱，一次几十块钱，就是你摆这个摊一次只要几十块。很多货源都是直接从批发市场拿大客车拉回来的尾货，行业里面呢，这个叫切货，意思就是一刀切一口价，切货之后司机就走人了。所以呢，这儿掉瓣的香蕉、快熟透的菠萝、大小不一致的各种瓜，虽然品质有一些不稳定，但毕竟价格便宜。买了一袋10块钱一袋的小西瓜回去，刚买完发现旁边有8块钱一袋的，瞬间亏2块。但是这10块钱5个，有10块钱8个。不要再伤害我了。但是接下来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我赚大发啦。这多少钱？10块1斤是吧？这 N 倍的价差，聪明的你已经猜出来了，这就是网红3元里市场。刚进门我就为我的武断付出了代价，这漂亮的不像真的，是不是啊？漂亮的不像真的。而真相是，今天3元里的空调坏了，然后所以他们好多都把模具摆出来了。不好意思，刚看到的真的是模具。这也不能怪我，在3元里市场这个地方，似乎出现多漂亮完美的东西都不足为奇。哇，这也太漂亮了吧！等等，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把这当水族馆逛吧？合法能吃的那种。对于我们这种不是在海边的人来说，这个真的是视觉盛宴。汪老师会经常见到这些东西吧？因为我也看过一些广东的菜市场，广东菜市场其实它的种类没有这里多，因为这里富集了什么东海的、海南的，广东的没有这里的多，没有这里多。然后因为那边的人更注重新鲜，然后它当地的也注重价格，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北方菜市场，然后它的价格会比肯定要贵一些。然后你看，我们可以看这些鱼的眼睛，其实有些没有那么新鲜的。他的意思是跟活鱼比。我刚才还在找老板在哪里，结果发现老板在这里，因为他们这个堆得非常的高，所以他们老板会在上面做生意。我都没见过，难得碰到一个领域是我比汪老师了解的多的领域。汪老师现在正在拍我藕带，就我们经常吃那个酸辣藕带、酸饼瓜。我们吃云南菜的时候不经常有这个吗？百合、鲜百合、茉莉花啊，它茉莉花都有卖的。然后这个莲子、豌豆米、毛豆，这个呢？这个是香菜根吧，还是什么？好的，我被问住了，我不太清楚。韭菜根那这个怎么吃啊？炒凉拌都可以的，就它不用断生是吗？就可以直接吃啊？凉拌的话，应该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太难了。好的，老板也被问住了。烦死了！3元里市场是一个常逛常新的地方，每次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小伙们会根据顾客的询问量决定上新，比如来自很南方的黄皮，各种新品种的西瓜，种类繁多的奶酪、西式调味品，专做打泡饭的打泡叶，还有很多很小众的泰餐配料，都是被多次询问后引入的新食材。这里的商户也更擅长处理食材，他们拥有自己的熟成牛排机。你看这边写的是5月22号的、6月13的、5月份的，但这个价格应该挺贵的。
会合理利用碎肉灌制西式香肠。哦，你们做西式肠，然后这个是这种烤着香肠，然后它会有西式的那个香料，西式调料啊，黑胡椒啊，会在闲暇时间制作自己老家的南方酱菜，还会热情地推销自己家种的有机番茄，甚至帮我们洗好了，非要让我们尝尝。哦，太谢谢了！你看这个阿姨还给我们就装了盒，还帮我们洗了。当然，他们的价格并不便宜，但比起2年前我来这里感受到高不可攀的价格，如今的食材品相和种类反而让我觉得性价比尚可。观后赶时间。今年的这些水果有很大一部分，然后全都变成了国产水果，因为原来通通都是进口的，然后最漂亮、最好的这些水果，然后都是来自于外国。这是我们今年能看到说，它现在有很多海南的高端水果，然后仙居的高端的杨梅，然后还有无锡的桃子，然后都慢慢的上市了。然后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政府水平的在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感受特别好的地方。我今天来看之后，我发现就是包括我们在逛其他一些地方的时候，感觉很多东西的价格它是下调了的，可能是因为你说刚才说的那个原因，就是国产的一些东西它取代了国外的东西，就是把那个种植难度打下来了，把价格打下来了。一方面这个，另一方面就是我会就包括对比了几个地方，我会觉得三元市场的价格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天价。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消费层次提高了，还是因为啥，就是它在我的可接纳的范围内。虽然可接纳，但是性价比这里当然不是最优选。还记得2个地方价格差近10倍的吊瓜吗？就在朝阳区，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价格。吊瓜怎么办？这玩意儿2块2。大家好，我是王维，今天我们来到了朝阳区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叫大洋批发市场。然后这边已经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所在的是果品区。然后我们这个时间点呢，它不是早上来，早上来的话是基本是专业买家来为主的，下午来的话对私对个人也在来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在三元里看到的一些很好吃的水果，这里也有，它就是很朴素的放在这里，按堆的放。然后每家店背后，你看那边，啊，那是一筐一筐的水果，然后说明他们是刚刚整车从源头卸下来的。你看人家刚刚是用叉车直接拉过来了，来证明说这边是一个我们价格肯定是更有优势的一个价格。然后很多的他们的水果也是从这里批到了各个地方，当然也有可能是从新发地，因为北京最大的叫新发地，然后批到各个地方，但这里的价格一定不比新发地差多少。好了，水果我们已经看得够多了，现在让我们去看些荤的。羊排什么价？21是吧？羊腿呢？腿肉是28 28哈。蝎子呢蝎子11肉蝎子呢？肉蝎子19 19哈。最离谱的，下午不忙的时候，每个肉档的摊主都在这里串羊肉串。一斤是几串大概？鸡是20串，一斤20串28。成本只要1块4一根，在店里至少能卖5块钱，你也不用担心这是假肉。这种专业的批发市场监管都很严，有些摊位还是回民朋友，很保险的。那我就放心了。一个意外发现，没有想到这里边还有熟食区，那我必须得看看了。一进门，王维就被卤肥肠的价格震撼到了。25是吧？白的还是红的？正的、红的都一样，一样是吧？25。正好还遇到了很愿意出镜的老板，我们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决定采访一下老板。那个餐厅从咱们这儿进货吗？也进是吧？餐厅大小饭店都问我们这来，是吗？北京饭店啊，什么那个各大的饭店、各大商超，这能播对吧？这都能说是吧？可以说，我跟你说，唯一的北京我们能做这块儿，全国各地寿司做不了这块儿。北京、京津冀3个地方能有吃这个的这个习惯对，需求量。北方爱吃这玩意儿，所以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有市场，然后可以进货。有市场，对，东北也销不动。东北也销不动，没有这么大的那个需求量，你知道吗？最大规模的寿司就在我们市场了。那新发地那么大的分，它没有我们这么大的规模，都是大单位，你看没有？大公司单位的。中关村、回龙观，这都有。这寿司归我了，你看人家这下单下的很多，看到没有？咱这些肉品是不是进北京这是第一站就得先到这儿啊？到北京基本上到我们家这一站，一般人做不了的。行，明白。别那么紧，说看也简单，里边有很多这秘密在里边。东西太多了，一下子让我觉得平时在按颗按个买水果的我像一个傻瓜一样。我今天来了大开眼界。除了熟食，这里的蛋品也突破底价。那为什么这么便宜呢？我们有请王维为大家浅析一二。大洋路市场设立于1997年，就北京日报20年介绍，朝阳区的大洋路市场只比新发地小一点，它靠近京沈高速和京唐高度，因为连接北方的肉类供应区域，大洋路的市场强项就是肉类和禽蛋，占北京的1半较1两以上，肉蛋的价格应该是最有竞争力的了。满载而归的王老师，开心吗？王老师？开心，我在麦德龙等你。我们下一站要去麦德龙。等等，是什么让小卓发出了优雅的感慨？20块一个啊！牛逼！现在又到了哪儿？麦德龙的会员店，然后看看这里边的东西的价格有没有什么值得给大家展示的。
哇，这个樱桃番茄不便宜啊，会员价是29.9块，差不多30的。佳农的那个椒700克12.9块，那就是大概8、9块钱一斤。我们刚才这么一个菠萝是6块钱，但是我们那个是收摊的，它不收摊可能也就10几块钱。然后这个是30左右。小糖丸西瓜这个叫，就这么大20块。20块一个啊。啊，牛逼！这是比较贵的水果区。富人水果区哦，这个是我看到那个大粒儿的，就是一颗梅，它大概直径18毫米，25.9一盒，125克。上面这种的是14毫米的，它会小一点，250克包装的。20。对，20。它这边有公斤价，是50块钱一斤。然后这边是白珠五花，这白珠是20块钱一斤，39.8块一公斤。那边25，这边52。那品质上会有很大的区别吗？那应该会好一些吧。本以为很便宜的商超，价格居然可以媲美3元里。为什么呢？麦德龙是一家德国公司，也是国内最早做会员店的企业。刚刚进中国的时候，麦德龙的会员制主要针对单位和批发商，特别是高档餐厅。10年前，很多西餐用的香草和调料只有麦德龙有卖的。2020年被物美收购了以后，重心变成了供应链服务，可能现在价格不是他们主要考虑的点了吧？你发现了吗？其实你周围3公里内的物价就能决定你对一个城市的基本印象。所以北京物价高低，我们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毕竟生活本就有多个侧面，每个面都鲜活而真实。以后我们想带大家去更多的地方，去找更多问题的答案，不如现在就一键3连加关注。未来我们一起出发。干杯，下期再会。